這裡就是全國唯一用乾鍋建造城牆，被譽為銅牆鐵壁的底濟城。在明朝末年李自成的闖軍多次圍攻這裡都沒有成功，而且城內沒有一人傷亡，被稱為冷兵器時代的防禦奇蹟。古城內的迷宮丁字巷暗藏頂級防禦智慧，同時包攬冶鐵文明、耕讀文脈、市井煙火與傳奇美食淵源。它是實打實的戰時堡壘、安居家園。今天我們就一起走進這座活着的水上古堡，解鎖它藏了400年的故事。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山西晋城陽城縣的潤城鎮。這座古鎮可不簡單，足足有3000年的歷史了。眼前這座氣勢雄渾的古堡，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了——底濟城。很多朋友第一次來可能會讀錯，也看不懂名字的含義。其實特別好理解，它整座城池是坐落在沁河古河道的巨型磐石上，三面環水，只有南邊和村鎮相連。遠遠望過去像一隻俯臥水面的金龜，又如屹立水中的滴柱。古時候沁河稱作濟水，砥柱立濟水，故名底濟城。現在我就來到城牆的上方了。這座城最早的基底是能夠追溯到宋代，如今城內還能挖到宋明清不同時期的城牆地基和建築遺存，歷史層次特別清晰。我們現在看到的完整古堡是明朝崇祯6年開工，崇祯11年完工，算下來剛好有400多年的歷史。整座城占地37000平方米，呈完美的半島形態。城外還有18萬平方米的水上公園，山水相擁，靜謐清幽，妥妥的太行康養秘境。而眼前這座堅固的堡壘，是明末亂世被逼出來的保命堡壘，這也是它最核心、最值得講的故事。明末的山西是戰亂最慘烈的地方之一。崇禎初年陝西農民起義軍大舉入晉，四處劫掠屠村。最早是崇禎4年到5年，農民軍領袖王家印帶兵來到陽城、沁水一帶，連續幾個月掃蕩潤城周邊的村落，殺燒決裂，民不聊生。原本比較富裕的潤城鎮慘遭重創。緊接着崇禎6年，義軍盟主王自用直接帶兵駐紮在潤城鎮，虎視眈眈，本地的百姓時時刻刻都活在恐慌裡。潤城是當時北方的冶鐵重鎮，商貿發達，物產豐富，自然而然就成為了流寇重點劫掠的對象了。那麼為了保境安民，守護一方百姓，本地的鄉紳曾任北京大興知縣的楊溥牽頭籌資100萬兩白銀，啟動築城工程。可以說底濟城從設計之初，每一寸結構、每一寸布局，都是為了打仗防禦而生的。城池建成之後李自成的闖軍多次重兵圍攻，全都無功而返，甚至創下了數次圍攻全城無一人傷亡的冷兵器防禦奇蹟。銅牆鐵壁的名號就是這麼打出來的。走進城內，第一眼最震撼、全國獨一無二的景觀就是這一面城牆了。大家仔細看一下牆面，密密麻麻、整齊排列的圓筒狀構件，就是古代冶鐵用的乾鍋了。早在宋代，潤城的冶鐵技術就已經是爐火純青了。到了明代，更是北方的冶鐵核心重鎮，常年煉鐵留下了堆積如山的廢棄乾鍋。這些乾鍋也沒有其他用途，古人就想了一個辦法，把廢棄的乾鍋搭配和卵石、青石、鐵渣、糯米、石灰漿混合砌築城牆。這種牆體的優勢直接碾壓普通的磚石牆。乾鍋本來就是冶鐵用的，所以它耐高溫、抗腐蝕、硬度極高，不怕撞擊，不懼風雨沖刷，相當於明末版的鋼筋混凝土了。放在戰時火攻無效，車撞難破，弓箭難穿，這也是李自成大軍久攻不下的關鍵原因。放在今天來看，這更是中國古代最早、規模最大的工業廢料再利用的典範了。古人的環保與實用智慧遠超我們的想象。經歷了400年的歲月沖刷，無數風雨、洪水、戰火的洗禮，這面蜂窩狀的乾鍋城牆依舊昂然挺立。伸手觸摸粗糙的牆面，還能清晰地摸到當年鐵水凝固的痕跡。在這城牆的上方呢，還有2間炮台，也上來看看哇，這個炮台的房間呢還挺大，你看有2個射擊孔都是圓形的。那麼在古代這個位置呢就會放着一台大炮。這就是另外一間了。那麼這個房間呢就是整個城牆向外突出去的地方了。
所以說才可以朝着城牆的側面去攻擊。這就是城牆下方的一間間藏兵洞了。不過後來呢，成為了太岳軍區的衛生院病房了。看完了外牆的硬核防禦，現在我們就走進內部街巷，你才會真正讀懂底濟城的厲害。它是一座內外雙層、全方位無死角的軍事迷宮。可以看到城內所有的街巷全部都是丁字路口，也就是說沒有一條直通到底的十字通路。裡面的街巷呢，可以說是百折迂回，很難找到出口。這樣的設計呢，就算敵人攻破了外牆，衝進了城內，也會被困在巷道裡迷失方向，無法快速推進，集結兵力。而本地的居民呢，從小就熟悉巷道，能夠輕鬆的自由穿梭，隱秘伏擊，完美實現了外人難進，自己好守的巷戰優勢。這裡還擺放着一台馬車，來看一下它的車輪，都是用鋼鐵鑄造，而且上面的雕花呢，非常的美觀刻着一個喜字，相信就是結婚的時候呢，會用到這樣一台馬車。更加巧妙的是，城內的院落布局全部都是獨特的串院結構。平日裡呢，各家各戶獨立居住，互不打擾，安穩度日。一旦遭遇到戰亂險情院與院之間的暗門、過道全部打通，戶戶相通，樓樓相連，全城瞬間連成了一個整體，百姓可以快速的轉移，互助防禦，容錯率拉滿。除了戰時防禦的硬核設計以外這裡還藏着古人溫柔的處世文明，也就是大家說的拐彎抹角。大家看一下這裡的民居外牆，所有的直角牆角全部被打磨成圓潤的弧度，沒有苛刻的稜角，就是為了方便行人車馬通行，避免磕碰受傷。現在又回到城牆的上方了。那麼在這座古城裡面呢，還分布着5廟、2閣、1亭、1台、1龕，香火綿延數百年，文風興盛，代代傳揚。首先是城內的5大廟宇分別是三官廟、三聖廟、土地廟、關帝廟和黑龍廟，每一座都承載着本地的民俗傳說。其中最特別的就是黑龍廟了，它建在大勢龕的上方，廟門朝北，直面沁河。相傳古時候沁河洪水氾濫，危及全城，一條小黑龍挺身而出，阻擋了洪水，護住了整座城池。百姓感念他的恩情，立廟世代供奉，祈求風調雨順，歲歲平安。2閣指的是文昌閣與祖師閣，其中文昌閣是全城的制高點，也是整座古堡的文脈核心。別看底濟城面積不大，最初只是為了防禦戰亂而建，卻是妥妥的人傑地靈之地。400年來，這座小小的水上古堡，先後走出了5位進士、17位舉人，可以說是文風昌盛，人才輩出。當地還流傳着一個經典的習俗，古時候學子進京趕考之前必定會先來文昌閣焚香祈福，祈求文運亨通。然後他們就會到黑龍廟留宿一晚，借黑龍鎮水獨占鰲頭的吉兆，期許金榜題名。後面這一棟就是祖師閣了，在那一邊還有一個視野相當不錯的觀景平台現在呢上去看看。這座祖師閣呢，它兩邊是貫通的，不過現在這裡面的祖師神像被移走了，那就出來看看這個觀景台了。可以看到底濟城它是3面環水，這裡的風景相當不錯。以前在山西運城看到過黃河大鐵牛，這邊的是叫做沁河大鐵牛。穿梭在蜿蜒的巷道裡，一座座古樸雅致的民居院落錯落有致，世澤坊、簡進居、敦倫居、淨光居、紅爐地等等，每一處老宅都沉澱着家族故事與家風底蘊。其中世澤坊是城內10大街坊裡保存最完整的片區，它由8個院落串聯而成，過街樓凌空跨越街巷，院院相通，樓樓相連，結構精巧規整。每一處院門的門楣上都題寫着寓意深遠的文字，既是家族的處世信條，也是潤城人耕讀向善、勤儉立家的家風體現。在所有院落當中最有傳奇色彩的就是紅爐地了。這裡是滿漢全席溯源人物郭璋的故居，也是底濟城最出圈的人文地標。
那麼郭彰的身份呢十分特殊，他是明代万历皇帝御厨的后人，精通膳食調理，還是清代名臣陳廷敬的兒女親家，人脈學識兼備。當年的郭彰曾向康熙皇帝獻上潤城本土的88宴席中的名菜百合蓮子湯、酸棗葛針羹，這兩道藥膳啊，精準調理好了康熙的失眠困擾，深得帝王賞識。後來，郭彰以潤城千年88宴為根基，融合了歷朝宮廷食譜，再結合滿族特色的饽饽宴席，反覆打磨，潛心研發，最終締造出來了享譽古今中外的滿漢全席。誰能想到這道國宴級的傳世美食，源頭竟然藏在太行山深處的這座古堡裡？那麼除此以外，在古城的外圍啊，還有一座東岳廟，也值得過來看一看。它占地3600平方米，有3進院落，近100間房舍，裡面呢還有3大鎮廟之寶。第一個就是屋頂的橋式琉璃集市，代表着古代琉璃燒制的巔峰水準了。第二是八角亭的榫卯藻井，上面全部都是純木結構，沒有一顆鐵釘，工藝精妙絕倫。第三就是殿內的石雕瑞獸，個個神態鮮活，栩栩如生，堪稱古代雕刻的絕技了。根據廟內的碑刻記載，東岳廟是歷經了金、元、明清數代修葺，千年香火不斷，古韻悠悠。走完整座底祭城，我最大的感觸是，這裡從來不是一座冰冷的古建築標本，而是一座活着、有故事、有溫度、有風骨的千年古堡。400年前，它因戰亂而生，靠着乾鍋鐵牆、迷宮接巷，擋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戰火紛爭，守護了一方百姓平安。400年後，它洗盡硝煙戰火，把冶鐵文明、軍事智慧、耕讀文脈與市井煙火完美融為一體。從暫時自保的封閉堡壘，到如今敞開城門，擁抱世界的文化地標，底祭城的變遷，也是中國人居安思危、向陽而生的真實寫照。歲月不語，古堡常青。如果你也想逃離城市的喧囂，觸摸真實的歷史溫度，讀懂古人的生存智慧與生活浪漫，不妨來底祭城走一走，親身感受這座太行秘境、乾鍋古城的獨特魅力。